周云和魏婴见面到打算一起行走江湖，也就1-2天。周云怎么也想不透，怎么就被赖上了呢？夷陵老祖这个名号能传遍世间，侧面也能看出魏婴轨道造诣确实非一般人所及。自创一道天赋之高，若给时间成长，给时间学会洞悉人心，确实能会改变修仙界千年未改之局面。世家更迭这是常态，但是求道不问道这个局面应从未有过，或许有过，但胎死腹中就如魏婴的轨道一般，从这坊间传闻可窥见一二。毕竟这传闻也是人来传的，只会选对自己有利的传，不是吗？蓝忘机垂眸看向麻雀，指尖轻轻拍了拍它的翅膀，示意对方带路。麻雀也很是给力的，朝着西北方飞去。蓝忘机一行3人，魏婴没有灵力不能御剑，周云肉体凡胎只会轻功，只有一个蓝忘机可以御剑飞行，但3个人就挤了些。周云好奇地打量蓝忘机背上的碧尘，不能变大吗？我看说书人说的灵气都能自由变换大小。魏婴听着这话开始思索起可行性，毕竟随便健身轻巧，有机会拿回来的话，还是可以当出行工具用的，用怨气驱使随便。灵气、怨气，前辈，碧尘剑不是高阶灵气，无法做到随意变换。蓝忘机不卑不亢地回答道，高阶灵气世间罕有，云梦鱼夫人的紫电算是高阶灵气，拥有2种状态，可以随意切换。传闻这紫电也是余家意外所得，并且靠着这灵气生生闯出了一片天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挤一挤吧。周云轻巧地踩上悬浮在地面上方的碧尘，魏婴也甩着马尾辫，轻快地跳上了碧尘，欢快地招呼蓝站上剑身。蓝忘机单脚踩在剑尖，另一只脚虚虚地踩在半空中。碧尘剑虽剑身轻薄，但锻造的材质也是百年难寻的玄铁，承载3个成年人那也是绰绰有余。蓝忘机用灵力操控着碧尘剑，稳稳地跟在麻雀的身后，两旁的风呼呼地吹着，时不时将前方人的发丝糊到后面一人脸上。好在时间并没有很久，约莫过了3刻钟，麻雀飞到一户人家后便停了下来，跳着脚叽叽喳喳地叫着。浓郁的血腥味随着碧尘剑的下降扑鼻而来，大门的牌匾上还溅着热乎的血。推开门，是一屋子的尸体。周云神色不明地看着满地的尸体，魏婴低身观察着受害者的惨状，都被切断了1节手指，包括婴孩。魏婴闭目感受着院中流动的怨气，伸手触摸到了小孩冰冷的手掌，所有的情感仿佛找到了发泄口。哥哥，救救我！共情画面，常文斌是常家嫡长子之子，可以说是宠着长大的，自幼就没有要不来的东西，可以称常家小霸王。这日他如往常一样跑到西厢房，躲在暗处，等着仆人们来寻。常文斌扒拉着柜门，心里默默数着1、2、3，果然外面开始有了来回走动的人影。常文斌开心地眯起了眼，一声不发地看着一群傻瓜到处找他。起初外面还有喊小少爷的声音，常文斌等着等着便在柜子里睡了过去。一声惨叫声喊醒了尚未进入深眠的幼崽，虽然心脏咚咚跳得贼快，常文斌还是悄悄打开柜门走了出去，背后爬上一股子凉意。魏婴因为此时与常文斌共情，小孩子的喜怒哀乐几乎放大性地传达到了他的脑海，身子不自然地抖动了起来。常文斌踉跄了几步，听着身后不远处传来动静，连忙跑进一旁的小草堆。许是常家对于园林这块设计更偏爱高一点的草丛和其他灵植物，小孩藏在里面并没有被发现。常文斌透过枝桠的缝隙，看见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和父亲差不多高的男人，正把玩着一只刚被斩下来的断指，而断指的主人是慈安叔。许是距离远了些，常文斌只听得到一大声狗屁，而后那男人又残忍地用匕首将慈安的舌头慢慢割了下来，地上流了一地的血。可是那人并不满足，他竟然开始剜肉，一片一片轻薄的肉片，每完成一片都要在慈安叔面前展示一番。哦，想要吐，但常文斌生生忍住了。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平日里与自己玩耍的叔叔被当成一条鱼，一片片的被割肉，边上还有一个古怪的人生生将人肉吃了下去。看到吃下人肉的那一幕，恐惧席卷全身，并且达到了一个巅峰。常文斌拼命捂住想要尖叫的嘴。
可是这种极致害怕的情感让他止不住的颤抖，连带着身处的草丛堆里发出了沙沙的声音。他惊恐地发现那人朝着他露出了嗜血的笑容，嘴边的2颗虎牙仿佛下一秒就要咬碎自己的喉咙。他在张嘴说话，他在说什么？我发现你了！啊呀呀呀呀呀！常文斌从草丛里钻了出来，利用自己对家里的熟悉，他飞快地跑到了常平叔的练武房。叔，外面有人在杀人！他将慈安叔，常文斌止不住的颤抖，拽着常平的手一发用力。常平正在全神贯注地练心经，被外力打断，自是十分不满。可这人到底是大哥的孩子，看样子确实是害怕极了，连说话都说不利索了，便连忙安抚道：文斌，你在此处等着，不要乱动，我出去看看。